我不支持教育私有化，我认为高中的教育不可以私有化。好，你讲嘛，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中考有个东西叫指标到校呀？你讲嘛，你说的就行了。那照你说的，教育私有化之后，就是学习好的就可以去好的私立学校，但是现在公立学校它中考指标到校的话，你学习好也可以去好的高中啊，而且不需要学区房。没听懂，再说一遍呗。你之所以要教育私有化，就是因为学区房，但是嗯现在中考它不需要学区房，只要你学习够好，你也可以考到好的公立高中去。嗯，那初中需要学区房吗？初中是划片的，初中是划片的，那你说啥呢？但是你那初中你也可以用钱去上好一点的初中啊。用钱去上好一点的初中。对啊，你只要出钱，你也可以找到好的初中去上啊。是啊，你说这个没错啊。那那你私有化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一样的呀。和私有化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要有？那为什么要经过学区房呢？那大家直接花钱上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经过学区房呢？那现在不需要，现在初中不用学区房，只要交点钱也可以去那个初中啊。这个不是事实，这个是不对的。你讲这个不是事实。公立初中怎么交钱进的？那个三二的一说了，什么？有一个弹幕说了，走后门啊。你这走后门违法的，不违法的，算不算违法，不是走不后门是算违法，违法的，哥们儿，违法的。很多人都这样搞的呀。而且你不要不是而且你不，我跟你讲，这是违法的。你怎么一个你多大岁数啊？我20，我23，做什么工作啊？我刚考上研。你一个研究生，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啊？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干的，这是一个潜规则吧？你考研是走后门的吗？不是啊，你上大学走后门的吗？不用啊，你上高中走后门的吗？我上高中不用啊，上初中走后门的？我上初中不用，我就是在我们农村初中读的，但是我也那你考了很好的高中。那你走后门是违法的，你怎么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呢？好，那就算按你说的不走这个后门，他就在自己那个片区内的初中去读，他也可以去考一个好的高中啊。他只要学习好的话，哎呀，你说你研究生有文科理科，理科呀、工科，什么方向啊？研究的材料材料，你的本科是几本啊？本科是一本啊，你现在上这个研究生这个学校是几本？这个211，211。那请问是一本上211的概率，这个一本考上211研究生的概率高，还是二本、三本考上211研究生的概率高啊？好，你既然说到这个话题，嗯，回答我，那我就要跟你先回答我，说说什么叫指标到校。先回答我的问题，那当然是好的学校他考得更好呀。那不就得了吗？一样的道理啊，对吧？理论对，上来讲，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都可以考，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得看具体到各个学校的概率啊，好学校的概率会更高啊，差学校的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啊。不是，概率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指标到校，它就是给每个学校多少的指标，嗯大家的概率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农村的学校，你这个学校不好，但是嗯，它照样会给你跟那种好的初中一样的百分率。比如说你学校是300个人，他给10%的指标，那么你学校就考30个，嗯是这个意思。嗯，你认为这样公平吗？这有什么不公平的？比如说你在一个差的初中的话，那么你那个学校它的教育质量差，它的竞争就小，但是你给的那个百分率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你上那个好的高中，你压力也小一些呀，你不用跟好，那种城市里面很好的那种初中学生去竞争，你只需要跟你们这一片学习差的去竞争就行了。那我不禁要问了，大家考同一套卷子，在同一个城市，为什么我的分数比你高，但是你能上重点高中，我上不了呢？因为你读的是好的学校啊，那你不是说
那你这不是说公平吗？资源要别急，停平均吗？不能停，这不能去公平吗？让穷人的钱去这公供平吗？供那种好的人冷去上学静冷静，是一样的呀，别急，稍等，别急，这公平吗？这是第这有什么一点，别急，不公平的？别急，别急。还有第二点，好学校和坏学校的指标可是不一样的。举例，好学校一个学校，比如说初三，有1/3甚至1/2的学生都能上重点高中，但是差学校不好意思，可能只有1/10、1/20，可能只有前5%的学生，甚至3%的学生才能上重点高中。这个差的可太多了。因为不我多不多，当年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学校能考上重点高中的人只有30-40个，一整个初三年级只有30-40个，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名上的高中？额也只有这么多。但是其他更好的初中的名额就多得很了，甚至你上了什100-200个。么高中？我上的是很普通的初中。那我也上的是很普通的初中，为什么我们这儿指标很多呢？我们也是农村学校，嗯，那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这公平吗？这有什么不公平的？我大家们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教育质量差，我们这边的人他资源少，那么给我们多一点的好的资源不行吗？并不是你弱你有理啊。同一个城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你拍了那么多福利视频，那他们贡献的少，那他们也应该穷了，是不是？这不是一回事儿。这怎么不是一回事？来听我讲，在同一个城市，大家都是学生，考同一套卷子，那凭什么我的分数考得比你高，你能上重点高中，我上不了呢？这是那凭什么？那你说高考为什么要分全国卷和地方卷？为什么每个省份的分数线不一样？凭什么？那你怎么解释啊？对，你怎么给我解释？释凭什么？你解释一下嘛，我不清楚。你在问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那么我为什么这个也不公平呢？我不清楚啊，那你讲一下这是为什么呗？那就是资源倾斜呀，他给他本地的学生倾斜更多的资源，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就是你不在乎公不公平是吧？他给自己本地的学生倾斜更多的资源，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我们那为什么荷兰他的资源那么少？荷兰那么多考生，他资源那么少，他们那边的学生高考压力那么大。所以说你不在乎公不公平嘛？对吧？你不在乎这个嘛？我在乎公平，我觉得公平就是要给弱者倾斜多一点的资源。那请问这也是一种公平啊。好，说得好，给弱者倾斜更多资源，说得好。那请问是在河南考上清华北大的概率高，还是在北京考上清华北大的概率高？那肯定是在北京啊。我们按名额，别急，请问是清华北大给北京的名额多，还是给河南的名额多？那肯定是跟北京的名额多啊。那你怎么说倾斜于弱者呢？我说他应该倾斜于弱者，所以他还是有一定不公平的呀。那像这个指标大家，它就是有一定公平呀，在不公平中寻找公平啊。所以说你嘴里的公不公平是这个叫什么？就量子状态，是量子状态。那你说说为什么这个我们刚看的高考这个是不公平的？我现在问你，大家在同一个城市考中考卷子，对啊，同一套卷子都是学生，那为什么我考的分数比你高，你能进重点高中，我进不了？因为我们这的教育资源差，我们的资源少，我们没有好的老师。但是你的教育资源差，你没有好的老师，跟我没关系啊，不是我造成的。那你说高考北京卷跟全国卷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北京学生的指标多？那为什么呢？这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怎么不是一回事？大家都是跑的，都是一个地方的。先以中考为例，别急。对，先以中考为例，那为什么我考的分数比你高，同一套卷子，同一个城市，你能上重点高中，我上不了？那我不禁要问了，你在那个资源好的那个初中，你为什么考的没有别人好？那我在这个资源差的学生，我在这个资源差初中，我考的比别人好，我为什么不能去好的高中？不对哦，不对，不是这样的。咱们一开始说的是什么？你说要给差的更多的名额，那就我说要给弱者更多的名额。对，那弱者，那不，别急。
咱们要把话讲清对，楚。你现在给分数没那么高的学生，让他能够进入重点高中了，那分数比他高的人都进不了，那这个怎么说？那是他在他们学校，他在他们学校考的不够好，他是跟他们本校的人竞争，没有，他不是跟其他的学校人竞争，懂他吗？是跟他本校的人竞争。对，指标到校就是跟本校的人竞争啊。他在自己本校他的名额是多少？他够不够那个名额，他才能去好的高中？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对，就是说，你认为重点招生、重点高中招生就是竞争是在一个学校内竞争，指标到校是这样的，指标到校本质就是本学校内竞争的。是在一个学校内竞争是吧对， ？OK，好，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哪个省份参加的高考啊？我在湖北。你在湖北是吧？你当时考的是一本是吧？对，啊、那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你说的是本科专业吗？对的，本科专业也是材料啊。也是材料是吧？好的，对，好，你说啊，这个是在本校内竞争。好，那我现在问你一下啊，你这个公立高中建设这个公立高中的钱从哪来的？那肯定是 ZF 的税啊。那是不是本市所有人的钱来建的这个公立高中嘛？对呀，好，那你现在公立高中来招人，那怎么能够在一个学校内竞争呢？应该是面向整个市啊，它是面向整个市的呀。面向整个市就应该一碗水端平啊。对，我来跟你说，它是面向整个市的，它是给每个学校划分不同的指标，你懂吗？像你说的那种好的初中的话，它可能多给一些指标，比如他给30%的指标；像那种差一点的学校，他可能少给一些指标，比如他给20%的指标。然后你在自己学校内，那你这个多少的指标，你就是在自己学校内去竞争的呀。好，比如说你学校有，对，那我又要问，那我又要问一下了，那为什么他的指标是30%，我的指标是20%呢？因为他的学校好一点呀，他的学校好一点，所以他给的指标多一点。哦，他的学校好一点，所以说指标会多一点。对，但是多哦的也不是很多，就多几个名额。哦，多几个名额，OK。对，那多几个名额，就是说你认为就这种方式会更好是吗这种方式肯定是好的，这种方式，因为？OK，我自己是亲身体验的，我知道这里面的好处。比如说我从小就是在我们这儿的农村的小学读的，然后在农村的高中读，在农村的初中读的，然后这边的教育质量它就差一些。但是如果你在这边好好学习的话，就是你靠自己的话，你也可以去考上本市重点的高中。我考的是本市重点排数一数二的那种高中，整个湖北省都是有名的湖北8校。但是我上这种高中的话，我不需要花很多钱，只需要靠这个指标到校。比如我们学有300个人，有多少的指标，当时是前30名就可以去这个重点高中，我就是考了前30名，然后我就去重点高中，然后我花的钱就很少，我整个高中就只花了一个学费。我明白了，就是说你初中有30个名额升这个重点高中是吧？对，好，那其他学校有多少个名额呢？像他们那种好一点的学校肯定会多一点，比如说我们学校是10%吧，他们可能15%之类这样子。那就对了，跟我说的一样啊。但是人家的但是这样的话，我不也是印证了你说那个为什么他考的分数更高，但是他上不了好的高中吗？这样的话不是也是给了他一些相对的公平吗？不是，那你的经历跟我说的是一样的，那你在杠什么呢？什么？你说你的意思是什就是么？差的学校不会有更多的名额的，但是他有名额就够了呀，他有名额给你上升的途径就够了呀。而且这个途径他把握的是比较中肯的呀。我都懵掉了，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跟我就是你的现实经历的情况，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只多一点点名额。你公立高中私有化之后，他也会从这个不好的学校来招生的，只要你分数达到就可以啊。好，那按你的来说的话，如果那个初中全部私有化之后，大家都去考一样的卷子，按一样的分数线，那这样的话，他学习不好的这种穷地方的，他资源少的，他不是更难去
更难去上升了吗？更难去好的高中了吗？不，就是公立高中情况下也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如此的。那你说这种，那你说弱者有什么上升途径呢？好好学习啊。那你学习没有人家那个资源好的地，没有那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那个好的初中，它的教育质量高啊，你怎是啊，么办？对呀，那你就更得努力学了。别人学8个小时，你学10个小时啊。好，那我不禁要问了，那我们当时那个很多初中，他们那市里面的学校，他们那学生，那家里有钱的，都会给他们报很多的补习班，报那种1对1的补习班。那我请问我们这种我们这种相对家庭条件差一些的，那怎么办呢？怎么去跟他们竞争？你知道你的致命的逻辑陷阱在哪儿吗？就是对，你说。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逻辑啊，有一个致命的逻辑陷阱，逻辑缺陷，就是你默认不好的学校，它能考上重点高中的名额是有限的，你抹杀了一部分穷人的梦想啊。也许啊，在，让我讲完，也许对，在不好的学校，他也许有20%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考上重点高中，但是你只给了他10%的名额，你已经默认了这些差的学校永远都不会有那么多好的学生的。错，你错了，你把别人的这个路给堵死了，你错了，给堵死了。有人说我在扯，我没有在扯，你真的在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来跟好，你你说。讲为什么。有很多学校啊，初中或者高中，你们老家本地的，换了校长之后，因为他之前的教育质量极差，换了校长之后，教育质量直线上升。教育质量上升之后，如果说还是给他同样的这个名额，那么就会面临什么？就是能够达到分数线的学生有很多，但是你只有这么一点名额，那么其他的学生照样也上不了重点高中。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们县的这个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是500分，这个高中，这个不好的初中，有比如说50个人达到了，但是你只录前100，只能录20个，那么意味着30个人上不了，对不对？30个人上不了，那么这30个人他的梦想就被泯灭了。只有这20个人能够上重点高中，所以说你已经默认了这些学校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能够够得上重点高中。你说的这是我给你举例啊，你们本地的老家应该就有这种情况，这个初中或者这个高中以前不好，后来慢慢变好了，应该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还是挺普遍的。好啥呀？不普遍。好另外，的高中一直好，另外啊，好的初中一直好，差的初中一直差。哎，不，这种情况有很多，我现实中就见过，初中和高中慢慢变得很好。另外，麦先有人说了，他会调整啊，那他会调整的这么及时吗？你是以上帝视角来看的，他如果调整了晚了2年呢，那就意味着有1届、2届学生大好前途被耽误了，明明能上重点高中上不了了。你是以一个非常宏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会调整，调整了晚了1年2年，那学生不就被耽误了吗？对不对？有人说我在扯，我没有在扯，也没有在胡言乱语，我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当你给一个学校固定的指标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只认为这个学校里面只有可能会出这么多能够达到重点高中的学生，就无论这个学校出多少优秀学生，都被框死了这个固定的数量了，这是最可怕的，这是最可怕的。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当你给一个学校，无论这个学校是好还是坏，你给他一个固定的一个100%的这个招生名额，那就意味着给剩下所有的人宣判了死刑。即使你达到了他的招生标准，也是死刑，因为只有固定的名额。听得懂吗？那你为啥不往上面考？
你看，你学校资源好，你为啥不学的更狠，考得更好？听不懂，他听不懂，你看你他还是又开始给没听懂，我扣帽子，我听不懂，还没听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他来，给的人会不会变好啊？学校会变好，人会不会变好啊？我初一学习不行，我初二能不能好好学啊？所以说，你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提前把别人给判死刑了。你进入一个不好的学校，你是个差生，你永远都是，你没有翻身之日，他没有机会翻身。你去差学校，你资源差，但是你好好学一下，你在这个竞争小的地方，你如果达到那个指标的话，你还是可以去好的高中啊。这样的话，不就是给那弱者一些往上爬的达到你权利吗？重点高中名额的人有很多呢，都能录取吗？那你照你这样说的话，高考每个省份的分数线还不一样呢，那怎么办？别就事论事啊，那怎么办？就事论事，先把这个掰扯清楚了，再掰扯高考。我现在好，问你啊，那如果这个学校有更多人达到了你重点高中录取线，你录不录？他学校没有那么多名额，怎么录？你看，没有那么多名额，你看这就是公立高中的问题所在。没有那么多名额，为什么不扩建呢？或者说，好，你的意思我们是谈扩建的问题，不谈扩建的问题，没有那么多名额，应该择优录取啊，而不应该是框死名额录取啊，对，对不对？你说的对，没问题吧？你说的这个没问题。来，把话讲清楚，把话讲清楚。没有那么多名额，咱们应该择优录取啊，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完了没有？对不对？对不对？是应该择优录取，对吧？而不应该是框死了。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那么他资源好、家庭条件好的，他肯定会比你资源差、家庭条件差的人学习好的。那可不一定啊。那怎么不一定？为什么？那市区里那么多有钱的家庭，他们那些重点初中，他们家庭每天他们报那么多补习班，报那么多私教班，你乡下的学生怎么可能报得起呢？你不就是穷苦出身吗？我是穷苦出身啊。我是穷苦出身啊！对呀，你是穷苦出身，你怎么考上重点高中的？那个有钱的家里开奔驰、宝马、奥迪的，他怎么没考上啊？因为我在我这个学校，我足够努力，我可以跟我这个学校人竞争。那就我在我这个区域内足够努力，他指标到校了，我排名过我就可以上。那就对了嘛。所以说你穷的话，你得努力呀，并不是富有了一定对，但是这个努力它是有个限定的，我只是跟我这个学校的人竞争这个名额。不需要跟那些资源比我好很多的人去竞争，懂了没有？不需要和资源比你好很多的人需要竞争是吗？对，我怎么去跟那种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可以给他们请好几个私教的那种学生去竞争呢？像我们市区里面那种好的高中、好的初中，他们那都是这样的呀。他们那学校排名往前的，那都是家庭条件很好的那种副科，他们家里人都会给他们请很多私教。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资源的，而且他们学校里面那些老师也都是很好的老师。你像我们这种农村学校，我们家庭怎么有这种条件呢？而且我们的老师都是很差的老师。好，那我请问你，那你的这个学习成绩而言，相比较好的学校是好还是坏呀？相比较好的学校吗？好的初中。对。那肯定是不如他们好啊。那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成绩在好的初中里面，你能上高中吗？我上不了这种重点高中。你就上不了重点高中了。对。OK， 那你说的没毛病。就说你在这种公立高中的这种分配名额的这挑选学生的这个系统里面，那你确实受益了。对，你是受益了，但是你的受益，你受益了，就是有人就受到不公平了，有人就受到不公平了。这个你不如他的成绩，但是你却上了，那么必然就有人受到不公平了嘛？不，我觉得他们没有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那种好的初中的话，他的资源比我们好，那么他付出同等努力的情况下，他肯定会成绩比我们好的。比如说他们老师比我们好，他们比如付出了80%的努力，那么他考的分数自然会比我们好。是啊。如果我们这儿我们的老师差，反过来的，人家自己去请这个家教，人家是自己挣的钱呀，人家又不是抢的，你怎么重复吗？人家他们学校好一些，老师好一些呀。是啊，怎么了？对，老师好的话，那初中还是属于9年义务教育吧？初中啊。对，
那他们也没有花对，中下层那些人也没有花很多钱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对，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就是他们如果在那种好的初中的话，他资源比我们好，但是他不够努力，所以他竞争不过他们学校的人。我懂你的意思，那么你更应该支持。哎，他怎么挂了？那你更应该支持教育私有化，对吧？因为他上这种好的初中，他的这个初中建设的钱就是你纳的税呀，能明白这个逻辑吗？你这么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恨这好像有钱的还是怎么着？就这种情况下，你更应该支持教育私有化。那这样子的话，有钱的人上的初中，他就不用拿你的税、你的钱来上学了，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他怎么挂了？不是我给他挂的啊，我还没跟他聊完呢。他叫啥名字？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啥名字？我再重新连他啊，我不知道叫啥名字，他自己挂的，叫啥名字啊？我先拉一个人啊，别急啊，别急。正在互动中，暂时无法连线，啥意思啊？怎么正在互动中啊？好，稍等啊，稍等，怎么回事啊？来，我把连麦关了啊，你们重新申请一下啊。把连麦关了，你们重新申请一下啊。好，别急啊，别急啊。有人说指标线和分数线是分开的，什么意思？有懂的吗？可以上麦聊一下，有没有懂的？好，读一下 CC 啊，读一下 CC。这个喜爱总说，只对于流利听说读写英语来说，在国内除了英语老师之外，还有其他行业有优势提高工资吗？这个等一下啊，等一下，我马上讲这个啊，稍等啊，喜爱总，稍等啊。好，别急啊，别急。刚才那个人叫啥名字啊？我再接着连他啊，再接着连他啊。来啊，有懂的没有啊？就是这个指标线啊和这个分数线它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回事的啊？不是这个，连错了。好，我连一个啊。哎，你好。请讲说。哟，护子，我给你科普一下。一般呢，它有2个线，一个线呢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学校，比如说全市前100名，你在任何学校只要考到全市前100名，你都可以去上这个好的高中。就是无论你是垃圾学校，你还是最好的学校，公立的私立的都可以。然后剩余的名额全部是按照每个学校的情况人数去分的。这绝对比私有化对所有人都公平。刚才这个人他就是这个意思。你说的私有化就是想让有钱人他去接受好的教育之后，把弱者的路给堵死。那这样的话，弱者交的税建的学校就让那些人给上了没听懂你是不是？啥意思？没听懂原因？这怎么公平了？那我刚刚解释的2个线你理解了吗？首先是这样啊，这怎么公平了？同样一套卷子，我刚刚解释的线你理解吗？什么？我刚刚解释的线你理解吗？线我理解，就是你考到全市前100名直接上嘛。对，这个是确实是的。然后呢？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分配？他是为了保证每个区的学校都有机会去上，因为每个区的学校有好有坏的。OK， 好，对吧？然后呢？你接着说。然后你不是说公平吗？那你看，你如果真的学习好，你就走那前100名，你无论在哪儿，你都能有上升的机会。那如果你自己在一个比较差的学校，你有这个名额，你在这个学校考得比较好，你也有机会上。无论你是在市区最好的学校，还是在郊区比较差的学校，好，你都有机会。好，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那些有钱的买好学区的地方，他就有很多的名额。好，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说，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同样一张卷子，同一个城市，
同样的评分标准，那为什么我比你高，你能去上，我去不了呢？你前提没说清楚啊，在一个学校吗？不在一个学校啊。那不在一个学校，你可以选择来我这个学校呀。选择来你这个学校是什么意思？你来我这个学校，我们就一起比了呀。你比我高，你就上了，我就上不了啊。就是说，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包括你刚才那个人，就是这个重点高中给的这个录取名额，这个名额的公平性仅仅在一个学校内保障，并不是针对整个市所有学校的。那整个市的所有学校的教育水平一样吗？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地区的重点高中，它所给的这个招生名额的公平性，并不针对整个地区，只针对单一的一所学校。我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一张试卷，一个评分标准，按分录取吗？你回答我，这有什么好难理解的？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回答就是因为各个学校的教育水平不一样，他才这么去做的。别长篇大论，我的问题问得很明确，就是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包括前面那个人的意思，其实很明确了，就是重点高中针对一个地区进行录取，它的这个公平性仅仅只在一个学校内，而不针对整个地区。你说错了，就是因为这样，它才是针对整个地区。如果针对整个地区，那么应该是同一个招生标准呐，择优录取啊。那它能保证所有学校的水平都一样吗？不能保证啊。那你不就完了吗？你要能保证所有的学校水平都一样，你就可以统一录取了。所有的学校水平都一样，那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首先，所有的学校水平不可能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现在聊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你认为就是说有些重点的学区它的教育水平会更好，那么比如说乡村它的教育水平会更差，所以说就应该把更多的名额分配到乡村，是这个意思吧？不是更多的名额分配到乡村，它一般都是按人数。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啊。好，那么哎呀，这个问题我怎么讲呢？我想一下这个问题我怎么讲啊？那你想一下，我再给你解释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公平的理论啊。就是第一，一个市区里的学校必定有好的有坏的。好的学校，那毕竟一般人进不去。你同意吗？你同意？你说你的就行了，你说你的就可以了。那差学校，那多半是比较弱者的啊，没有钱的人去上的。那这样的话，他们本来自身条件啊，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家里不重视，再加上学校质量不够，那他考高分的几率本来就低。那把名额分下去之后，就不会有人拼了命的就往那一个学校扎堆儿。他可以去选，他如果有能力，他可以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学校，但是他有成绩优势，他可以上去。那本来上不了好学校的，他在这里好好学习，他也有机会上去。好，那我想问一下啊，城里面的这些好学校，它的运营资金来自哪里啊？你又要扯税收了？回答我，我还没想主动跟你说嘞。你先回答我，就是城里面你所谓的嘴里的好学校，它的运营资金来自哪里？我们现在说公平，把公平说完再说资金。这是连在一起的事儿，你先回答我。不是，你刚才我刚才说的这个和你的那个到底谁更公平，你就说吧。我知道，你先回答我。我想请问你，城里面你再换问题，你说完这个问题，我就给你解释这个。先回答我嘛，你问我都回答了。我问你这个转移话题的套路我都知道。没有转移话题，这是相关联的。第一，没有相关联。第二，我现在告诉你，你听清楚了。你先闭嘴，听清楚。这必然是相关联的。好学校和钱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只谈学校好，不谈钱从哪来，那就没有谈这个意义了。这个问题很简单，有什么不敢回答的呢？
我敢回答。好，那你就回答就可以了。就城里面税是学校财政，你不要说财政里面的钱都是穷人的税。别急，太老掉牙了。别急，我说什么你还不清楚呢。我想你说，先回答我就可以了。那么我想请问你，城里面这些好学校的钱从哪来的？所有的公办学校，它的钱几乎都是统一由政府拨款的。对的，这个是没错的。对，好，那么请问，那么最终的这个来源是哪里？最终的来源是政府财政。最终来源是哪里？哎呀，你是想说税收吗？你就说呗。你说，我在问你，就最终来源是哪里？不，最终来源就是财政。财政里的个税只占一小部分。最终来源是哪里？明白？这个钱的最终来源是哪里？最终来源是所有人呀。是什么？所有人啊。3个字儿。哎，是不是纳税人？纳税主体。你就说纳税人就行了嘛，你扯那么多干什么嘞？那不，哎，你那个坑我知道，你是说弱者纳税多，这不是事实，然后又补贴穷人，穷人补贴富人，是不是这样？这是事实，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这怎么不是事实呢？你懂不懂啊？你搜一搜中国的财政收入。不要说明，我现在告诉你，听清楚了啊！国家名称，你听啊，好。这是不是事实嘛？哎呀，我跟你说，你安静听啊，能安静听吗？我不急，我说你能安静听吗？我问你问题，你总是很激动，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很激动。很简单的问题，你特别激动啊！因为你已经问过我了，我给你回答过。是纳税人是吧？我找你确认一遍。你继续说。好。那么就是说，这些好学校，所谓的好学校啊，或者说所谓的不好的学校，它最终的这个运营资金呢，来自于这个叫纳税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考虑到这个你公平问题，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不好的学校啊，它这个师生这个师资力量很差，那么应该怎么样？应该是这个话我没法讲，这没法讲。你别把自己玩爆了。对，这个不行，这个我讲不了这讲不了。对，你这个话题不聊了，没法聊。哎呀，那或者我可以说话了吧？或者你说吧。你那一套呢？我听过是弱者补贴强者对不对嘛？你先说对不对？你说你的就行了你讲嘛。我帮你查过了，政府每年收的大米，这样说行吗？你说你的，你说嘛？政府每年收的大米，去年以2023年为例是接近40万亿。然后呢，所有的税收是15万亿左右。其他的是各种国企这些的上交的利润。那你说政府的大头都来自税吗？我再教你一个小学算术题，你听听。假设一个普通家庭3口之家，一年他的消费是2万。你觉得行吗？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所有的消费都要缴税吗？那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消费了2万，你觉得里边有多少钱的税合适呢？我不清楚有多少税呢？增值税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对，你说一个数。我不清楚你说呗。那就算它20%，你觉得够吧？不是，我觉得够不够？它实际是多少吗？实际我感觉就20到30吧。你感觉？那你可以查呀。那你想说什么呢？那就按30算吧。2万的30%，你能算出来是多少吧？不是，那你想说什么？那我一次说完，你认真听。你讲吧。一个家庭一年消费是2万，它的30%如果交税交上去，2万乘以30%应该是6000，对吧？好了，那假设中国有1亿个这样的家庭，那一年他缴的总共的税费是多少？6000亿。然后呢？那财政收的大米，以2023年为例是38万
亿左右吧。你说嘛？那这个人的普通人的税收到底占了多少？这还是弱者补贴强者吗？说完了吗？说完了。弱者补贴强者，你说过，就是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的意思就是说，税收其实在整个收入，就是我们这收入里面占比不高，是这个意思吧？普通人的税收入占财政收入很少。OK， 好。你有房子吗？我有啊。你有车子吗？有啊。你加油吗？我加呀。你房子有房贷吗？没有啊。你房子什么时候买的？15年。房价之中，税费占比是多少啊？我没管呀。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不是，那可不是。大概是多少嘛？那15年的事我怎么能记住啊？不，我现在问你一个，不用管10几年的事，房价中税费占比大约是多少啊？我不知道呀。你不知道就是没有吗？我不知道怎么能就是没有呢？那对呀，在你的世界里面，你不知道就是没有。我付了，我是合法买的，他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付了，不很正常吗？那房价中税费占比是多少吗？我不知道呀，我不说了我不知道，你一直问我，那还让我现场给你百度吗？你不知道就是没有，就是在你的世界观里面不知道就是没有。有印花税呀。别急，我刚才是以退为进啊，哎呦，你别以退为进了，你这又转移话题了，虎子。别急，又转移话题了。孙子兵法，我不把你给慢慢往里这个叫什么叫？我不把你这个放长线一点，我真怕你走了。别急啊，来。没有。有车没有？不说了吗？有。什么车？你别重复问。什么车？普通的油车。多少钱买的？10几个 W 吧。10几个 W。什么品牌啊？那我为什么告诉你？都告诉你10几个 W，关品牌有什么关系？大概率是外资品牌。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车？你一次问完说完行不行？那什么时候买的嘛？哎呀，咱们都说话利落一点。21年。21年买的是个油车。差不多吧。大概率是个外资车。我就跟你这么说，自己去搜一下，一辆车中税费占比是多少？你搜了，你也不用在直播间讲，你就去搜就完了。加油吧，继续，加油嘛，加油，继续，加油。油价多少钱一升啊？7、8块呀。油价中税费占比多少啊？这个你不可能不知道吧？很多呀。大概嘛。我感觉是一半吧。差不多。它还有养路费在里边呢。对，差不多。那你刚才跟我举什么一家4口啊，什么一家3口1年消费2万块钱？那你觉得多少？我让你说你不说啊？你一家3口1年消费2万啊？天天吃土豆吗？你搞什么呀？你说的是我说的是普通家庭，你搞什么？普通家庭没房没车，不加油啊？你在搞什么呀？什么我在讲什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普通家庭没房没车。你说什么事实？是普通家庭吗？我跟你说的是什么？1年消费2万，你在搞笑？有家吗，哥们儿？我真怀疑你才在搞笑呀！不是攻击，我的意思，你有没有家庭？不是说你没家的意思。一年消费2万，你喝西北风呢？你说多少呀？一个3口之家，一个3口之家。我刚才让你说，你又不说。别急，对吧？哥们儿，咱们慢慢聊。我没急啊。我让你说你不说，我说了你又说不对，那你真没意思哦。我刚才如果说不是以退为进，我真怕你不要以退为进了。别急，不是普通家庭，一个3口之家，咱们就说3口之家，不说4口之家啊，也不算父母。假设没有父母，假设你只有你老婆孩子跟你，我就请问你了，
那5万够不够？我问你5万够不够？5万够不够？我就跟你这么说，你就说够还是不够？5万不够，为什么？那你说多少够？我来跟你讲，你说多少够？孩子上学1个月，咱们就单算孩子啊。孩子上学1个月，你抓紧说个总数就行了。3口之家1年的生活费啊，我给一个保守估计啊，3口之家1年生活费，保守估计你5万，6万够不够？6万起，好，按6万算，6万起步，税费多少？起步意味着什么？1个月花5000，3口之家1个月花5000，哥们儿不多。你抓紧说啊！我再跟你讲一个很认真的。好，6万，税费多少？税在多少？税在多少？那你看你消费什么了？当然了，我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因为这个分直接税、间接税。而且我们买的东西里面已经是包含了各种税费的，就最终到你手里之后。对呀，那不就按消费算吗？你说那么多干嘛呢？你说嘛？你总共花出的钱按百分比算吗？我刚才说的6万是什么啊？我刚才说的1年6万是什么？不买房，没有车，不加油啊，是6万。6万基本上就是说，你跟你老婆也不太可能经常下什么馆子，自己在家做饭，孩子嘛交点学费，交点。对啊，我平时我都骑电动车啊，我不加油啊。有下雨了、下雪了、天冷了开车呀。那不正常吗？平时不加油。平时不开的时候干嘛天天加油啊？那行吧，那你平时不开，那神经病吗？然后呢？那你就说一个家庭1年总支出多少啊？一个家庭就是我可以这么说，没房没车1年6万。好，6万多少百分之多少税？你说一个。我不清楚啊，普通就是我也就是说这个综合的一个税是多少？你可以搜一下。我不敢。为什么让我搜啊？我说20%，你又说不行。我不敢在直播间瞎讲。那我就敢瞎讲了吗？那你先，我不是我那算50%够不够？我不清楚啊，我不清楚。你讲嘛。算50%够不够？你讲嘛，你说嘛。那你算50%，你算的是多少？你高中毕业这个应该也能算得出来。你说嘛，怎么了嘛？你算得出来吗？你讲嘛，怎么了嘛？那现在咱认同的是总支出6万，对吧？按50%的税去算。没房没车，我们要把话讲清楚，没房没车。什么没房没车？租房的人就不活了。支出6万，有房有车不止6万的。那租房子的人还能1年花6万啊？你租房子，那你看租哪了？这个租房子支出就多了。那普通人当然是租一般的了。你租一般的1个月也得1-2千呢，一家3口，1-2千可不算多啊，房租。你得看城市吧。你鹤岗一套房子才几万块呢。你家在鹤岗啊？我没说呀，我说的是你要实事求是。你搁小县城租个房子一个月还得1000多呢。对呀，按1000算嘛，那1年多少？1万？1000不够，1万多一点吧。小县城能租什么房子啊？你在小县城租房子1000，你能租个什么房子？你还搁鹤岗？你家人搁鹤岗啊？你这抬这话说这话就抬杠。行了，不跟你扯这些了，你就会转移话题。我怎么说？那继续说吧，按50算对不对？在你老家1000能租什么房子啊？几百块钱能租什么房子？在我老家1年1000能够租2室1厅。在县城里面3口之家够了。在县城里面。郊区。是不是县城里面？郊区不跟你说了吗？城市的郊区。县城里面我不清楚啊。城市的郊区听不懂吗？你老家哪个城市啊？那我不告诉你。那你这不是耍流氓吗？那谁知道是真的？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那你不耍流氓吗？那谁知道？那你说你那儿租房子多少啊？我在是你要说这个事儿的，我可没说啊。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在镇江吧，江苏镇江也是个小城市啊，租房子1个月，2室1厅，一家3口，1个月的话，就是因为我家其实也是租房子，但是我租的房子比较好，2000多1个月，不好的1个月也就是最低也得1500以上，就1500，就是老小区，因为我去看过那个房子，就是最低也得1500，
就最低。那你也没比他好太多啊。还行吧，还行吧，我这还行，小城市。你还挺节俭的，挺好。不节俭，我们住的小区还可以了，还物业还挺好的，就是最低都得1500，那么一年租房子就得将近2万块，一万多少啊？18000块，这还是租房子，没包含物业费哦。物业费一个月也得180块钱啊，就1000多。1000。1000吧，还有电费、水电费、宽带费、手机费，对吧？你过日子，吃喝拉撒，你说的6万已经够多了呀。你就是你乱七八糟的各种玩意儿，就不算住房是6万，算上住房的话，那个6万就不止了。你要细算，你就算清楚啊。我就大概嘛，这怎么可能算清楚嘛？你别说个人假设了，你让我算我自己的支出，我都算不了那么清楚。生活中，那你每月的总结视频做的还挺清楚的。那个是有账，那个支付宝里面有。我生活中这花一笔那花一笔，那谁搞得清楚嘛？一个月交易上百笔，对吧？甚至100-200笔，你这个东西 OK， 我们继续往下算了。50%的税已经算是很高了吧？你说就行了，哎，你说你那一年一个家庭3万块的税，假设有2亿家庭吧，就2亿这种家庭吧，那是多少？3万乘以2亿，我不知道啊。6万亿啊。怎么了？6万亿，这个数你认不认？怎么了嘛？你说嘛。那2023年政府的大米收入是38万亿左右吧？你这个6万亿占了多少啊？2亿人都不买房啊？2亿家庭，2亿家庭不买房，那你又说房子，那房子能按这个算吗？房子70年产权。我的天哪！那你把房价再除以70，你除啊！真是太搞笑了！2亿家庭你不用搞笑，那你除以70年产权，你算呀。买房子是你一生中，你不要说了，你买房子多少？你说，你再除以70年算不就完了吗？多简单的事儿！买房子，怪不得你考不上大学。我指的这个买房子啊，不是说现在买，这2亿家庭之前几年，或者说这个前些年，那肯定买房啊，对吧？不是说指的当下买，不是的，是过去，明白这个意思吧？那你不算到每年里吗？你不算它70年产权吗？这个说实话，这个我不太清楚，他这个是怎么统计的，这个我确实不清楚。那你去买个房子不就知道了吗？那我买个房子就知道了，我买房子也不一定知道啊。他这个具体……那你刚才说我不知道，说你不知道什么？你说我不知道税的事，不是你说的吗？我说你房价中含多少税费，含多少，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这个我知道啊。不行吗？但是这个税费的统计口径是怎么统计？是当年统计还是分期统计？这个你知道吗？我怎么知道啊？那对了，你按你的花费算不就完了吗？对，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你得分事儿啊，你抬杠啊你。谁分事儿啊？那赶紧的。你这人纯搁这抬杠分事儿，你得分事儿。它含多少税费和它统计口径是计入当年。行了，你说个房价吧，赶紧的。说什么？赶紧的。你不是说算买房吗？你算上。什么？你不是要算买房吗？你算上。算买房什么算上？你不是说要加上买房的钱吗？你算上。买房的钱那可多了，那你买多少钱的房子啊？对吧？就算5-60万。对啊，5-60万。你想买多少的？怎么了？我不说了吗？你要把买房的钱也算上，你除以70年产权，算到每年合成多少钱吗？这多简单。然后呢？我们俩聊了26分钟了，那你算这个的要干什么嘞？我就不清楚了。你不是在说纳税人吗？是你说的啊。怎么了？我是说纳税人。那你想说纳税人是什么意思？你说呀。这是纳税人在支撑这个社会运行啊。那我这不给你算了吗？不是，你算这个是什么意思嘞？那我不太清楚啊。哎呦，你这个你得亏你不去上大学，要不然你把老师气死啊。你讲嘛，你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来，
刚才是不是算每年花费6万，一个家庭3口之家每年花费6万，50%的税，一年不是如果有2亿家庭，你说什么？你别搁这算了，我都算麻了。那你想干什么嘞？哎呀，那这是证明人的消费的产生的税费占财政收入只是一小部分。啊，那大头是什么？那你说是什么？你都没研究过，你就搁这说。你讲一下呗，那大头是什么？你讲呗，你研究了，你知道，你讲呗。大头，那国企的收入不是吗？那国企收入从哪来的？那外贸收入不是吗？不是，你别急，咱们一个个讲，国企收入从哪来的？你不用这样算，你要算个人的，你就算支出。别急，稍等。你要算政府的，你不懂，我教你啊。冷静，别急，国企收入从哪来的？国企收入多了。讲一下嘛。有出口。有人的消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吗？大头从哪来的？大头从哪里来的？你不要再这样扯了，你要想说人，我就跟你说了，按支出算。我为什么不很简单吗？是扯啊！你要凡是和人有关的，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国企收入从哪来的？国企收入从他经营所得呀。从哪？最终来源是哪里嘛？最终来源当然是所有的消费者啊。所有的消费者是吧？那你是这样啊？你这个数据从哪来的？你去查呀。我问你自己现在百度2023年政府收的大米财政收入3个字会打吧？会。你这个数据从哪来的？百度啊。那你觉得有更好的你就选别的。来看啊，官方网站啊，看清没有？官方网站啊。你读。官方网站啊，这个我就不抓紧读。我就不显示名字了啊，显示名字违规啊，我就不显示名字了啊。官方网站啊。好，说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万6千什么什么亿，21万亿啊，同比增长6.4%。其中税收收入18万亿，非税收入3.5万亿。21万亿里面税收占了18万亿。然后呢？你然后毛线呢？你然后玩不起了是吧？你继续啊，这是几年的？2023年。那和我说的不一样呀。你玩不起了？玩得起啊。摆烂了？没摆烂呀。这个是官方网站啊，我就不显示名字了，违规显示名字我怕违规。说话。说话。这个税收我说了呀。你说啥了？哎呦，你别激动，说的话不认了。我就知道你的理解水平也就只能理解到这一步了。来，我给你解释啊，我给你解释，你安静听啊，别激动，别激动，胡子。哪来的？我不禁要问了，别激动，靠编的吗？别激动，别激动，小胡子。没有人激动，没有人激动。那你闭嘴，那你闭嘴，闭嘴啊，闭嘴啊。你说。啊，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税，你的意思是所有的税都是人缴的，你是这个意思吧？你不废话吗？好了，那公司缴税吗？当然要缴了。那公司挣国外的钱缴税吗？也要缴啊。那不就完了吗？挣国外的钱和国内的有什么关系啊？你得看占比呀，得看那你去看呀，你光搜一个税收，那占比你搜了吗？那你去看你搜了吗？我不给你算了吗？你搜了没有吗？我给你算了呀。你给我算了，这么庞大的数据，你能给我搁这儿算出来？所以算个大概嘛。你能算出个大概？那你现在顺手你不就搜了吗？你搜呀。你比现在的 GPT 都厉害呀。
你别又Chat GPT 了，英伟达的芯片都厉害你已经离你的主题跑到10万8千里了。别，怕输就直说。稍等，小虎子，稍等，别急，你搁我直播间靠口算能算出来，你是真厉害，什么人都有。你高考数学多少分？虎子，人形计算机。你高考数学多少分？有没有过90？没有啊。你在江苏啊？没有，我知道。没有怎么了？啊？没有怎么了？那我就理解了。这不影响我1个月挣5、6万吧？不影响呀。这怎么了嘛？没90啊，咋了？没事，我就问问呀。没事啊，对，好，咱们接着聊啊，接着聊。对，那21万亿的税收，18万亿，这个21万亿的收入，18万亿都是税收，阁下该怎么解释啊？税收分多少你知道吗？你刚才跟我杠了半天，说不是税收，就是大头不是税收，你刚才跟我杠了半天。你别，现在是谁在上学？你说政府拨的公办学校，谁是受益者？谁是受益者？你在讲什么？给你说算法你不听，你就拿一个税收，你现在能百度一下政府税收有哪些吗？我知道你想讲啥，你想表明什么？我给你说了算法你不听，你就抓着一个税收，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那你赢了呀。什么税收不占大头，这些数据从哪来的呢？那不就你编的吗？那给你算你又不听，不是让你查税收的让你查税收的结构你又不查，不是，那你不就可以单方面宣布你赢了吗？你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吗？刚才你给我搁这儿犟了半天，说主要收入不是税收，那你这个数据从哪来的呢？我不说了吗？我百度的呀。那你百度，你下次能不能百度点权威数据啊？你看的什么网站的数据啊？所以我又给你算了呀。不是你能算出啥吗？这个数据量这么庞大，你怎么你脑袋比4090你初中没学过估算吗？那事实证明你估算是错误的。那我问你，这个税收收入到底包含哪些啊？税收收入包含，你说吧，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让你百度啊。那包含哪些？然后呢？然后我如果告诉你，然后呢？那然后不是和人相关吗？那肯定啊，你都忘了你的起始点了。那不废话吗？然后呢？你想讲什么？那你是从什么引出这个税收的？你说。你就说。你还能想起来吗？你想讲什么就行，你就说吧，你想讲什么吧。你不就是从政府公办学校是纳税人的钱，不就是这个吗？然后呢？对不对？然后呢？那你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下一句要接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呗。那我没提政府这个事儿，我提的是公平，你自己扯的。公平你接着说嘛，就提公平嘛，讲嘛。公平已经说完了，那这是最公平的方式之一了。你的私有化不就按钱分吗？什么最公平的方式之一？说嘛。我完整给你解释一下，胡子，你要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算了啊。就以初中升高中为例。刚才那2个线已经给你讲过了吧？你说嘛，简短点讲嘛。简短点讲，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公办学校的学区都能够有相对平等的机会上好的高中，他把高中名额分成了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比如说前100名，所有学校你只要考了前100名都能去上，公平吧？你讲就行了。其他的按照每个学校的人数多的他分的名额会多一点，人数少的分的名额会少一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所有学区的学校都有名额了？那这样的话你在任何一个学区去上学，是不是都有机会去考到重点高中了？好，学区与学区之间的学校分重点和不重点吗？分不分好坏？按人数分。
是按人数来分配这个重点高中的名额的。成绩，名额是按人数啊，大概的人数。不对，明显不对，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都不相符。那你说苏州怎么分的？我是在镇江上的。那你就说镇江怎么分的？当时我这个学校，一个学校也就是只有大概40个重点高中的，但是同样的，我们当地的一个重点初中啊，有可能200个名额。他的学校，他的这个初中的人数不可能比我多5倍啊，这是不可能的。那你查了吗？我操！我不是，这各个学校之间的这种了解大概的还是有的吧？不可能多5倍人数啊，这不可能的。那你也可以查一查啊，继续说。你抬这种杠有什么意思呢？就本身你继续说嘛。按照人数给的，好学校的指标会更多啊，这是事实啊。然后呢？我想请问你一下啊，这重点高中是不是公立的嘛？公立的。这个好的或者不好的这些学校是不是也是公立的？能分名额的都是公立的。那对嘛，我们就大部分都是公立的嘛，对吧？现在不谈私立，对吧？这没毛病吧？是不是事实？是，继续。那好，那应该把这个教育的这个差距给抹平啊，大家应该是差不多的资源，差不多的经费，差不多的师资啊。那这样子不对每一个人会更加公平吗？那所有学区的生源都一样吗？哎，别急，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别急。公立高中是公立的，学校也都是公立的，那不应该是把就是说要录的这些学校分成好与坏，而应该是抹平这些学校之间的差距，让他们的这个师资经费都差不多，那这样不更公平吗？那所有的学校就合并成一个了，都叫这分校那分校不就完了吗？那没有合并成一个啊，那哪个地方的学校是一点区分没有啊？高中啊，他怎么录学生啊？你怎么听不懂？要你这么说，完全抹平怎么录学生啊？你怎么听不懂？谁第一谁第一录啊？我的天哪，你怎么就听不懂嘞？高中现在是不是录初中嘛？对，对不对？那应该是把初中的这个教育的鸿沟给抹平了，大家初中的师资经费都差不多，那这样子再进行录取会更加的好啊，更加公平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对，因为都是公立的嘛。对呀。对呀。那我给你描述一下行不行？你先听啊。你讲嘛。你知道公办学校它的师资招聘是怎么来的吗？你讲就行了。那就统一招聘啊。然后呢？然后再分到不同的学校啊。那公平吗？没听懂。这你都听不懂。没听懂。你统一招聘一波进来的人，水平应该差不多吧？然后呢？那然后再分到不同的学校，那不就师资不就比较均匀了吗？这是现在是这么招老师的。最近几年都这样，我了解过。最近几年都这样？最近差不多有7、8年吧。你家里人有人当老师吗？有啊。谁呀？那不能告诉你，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告诉你就行了，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我亲戚真的有人当老师的。你说的跟我家里有人当老师假的似的。来，别急啊，我亲戚真的有人当老师的。那你问他是怎么进去的吗？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现在情况是什么。首先，你说这个什么就是老师集中招、随机分，最起码他所在的城市不是这样的。那他是怎么分的？是什么？还是就是说针对某个学校，到这个学校，那么你想到这个学校呢，有可能要先去不好的学校去干几个月，比如说干半年，然后又回到了你想去这个学校，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所以说，而且我接触过很多老师，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统一招聘。你说一下你在哪个城市吧，我来印证一下这个是真是假。我说就在江苏，那你就是自己纯编，随学。那你就是纯编，你就是张嘴就来的啊？没有，你张嘴就来，你哪个地区我周围多了去了。那你就说你哪个南京、地区吧。无锡，还有苏州、江阴都有啊，都是这么进去的。南京、无锡、苏州、江阴都是这么进去的，统一招，是吗？南京分2波，一波4城区，一波还有周围的什么栖霞、江宁那些。OK，就是头一波是针对城区招，另外一波针对是。你扯这么多呀？那一波招进去的，你就说水平是不是差不多？别急啊，别急，咱们先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就是你现在你又改口风了，刚才你说统一招随机分，现在又改口风了，现在改成了城区统一招，郊区第2批招。什么玩意儿？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你有没有搞清楚啊？这是你刚才嘴里面说的，我只是重复了一遍你说的话。然后呢？你这跟刚才讲的又不一样了。那城区是不是统一招的？城区统一招，城区的是不是比较平均？现在就是说城区是统一招的了，郊区是第2波不统一了。城区包括郊区，你除非是那种特别偏远的县区。什么意思？偏远的县区你不懂吗？你就是说偏远县区不是统一招的。偏远县区在我这儿也是统一招的，只不过就是分开了嘛。分开了也是统一招的。对呀，都是一波招的嘛。可以，你这个统一招的，你对这个统一招聘确实有自己的定义。那你用你的定义，我有我的定义，不可以吗？正常人，我觉得一个正常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就打乱，就是所有人打乱，随机分配。你扯这么多，随机分配到一波招进来的是不是水平相近？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分到不同学校？你就说这个就行了。对，你都是你自己的定义。就我觉得一个正常的逻辑来理解这个统一这个分配是什么呢？就统一分配就是说老师。对吧？比如说100个老师，好，随机分配到各个县区，或者说南京城区什么的，随机的。你在你这儿变成了分开随机，分开随机，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幸亏我追问了，我要不追问呢，你这个概念还不被世人所知道呢。你的统一是指什么？那你干脆全国统一啊，多好啊！统一招聘统一招聘你别聊不过了，你就开始搁这报统一招聘了我们说的是招聘。那你的统一招聘是整个大市都统一是吗？那肯定的，那不废话吗？你讲的不废话吗？这刚才这是你表达的意思。那我问你，你表达的意思。那苏州和昆山算统一大市招聘吗？昆山属于苏州吗？那你的意思就是昆山不能单独招他自己的，必须得和苏州的一起招。属于苏州的这个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吗？你说属不属于？我不清楚实际上属不属于嘛？我确实不清楚。那你镇江有没有下边下属的？是你想讲什么？我就问你嘛。那在你眼里面，难道区县的人不算人吗？算人啊。那对了嘛，那凭什么不属于这个行政区域啊？那你就说属于了，那你的意思就是就必须得这样做喽？那你去推动啊。这是你讲的。那我讲的是我见到的，我又没胡编呀。这是你讲的，你自己定义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看评论区都说了，大市主管部门都不一样，怎么可能统一招？这是你讲的，我又不清楚你讲的，我本身我就在说没有统一招我本身说的就是没有统一招我现在告诉你，你听清楚了。你怎么开始？你听清楚，别激动，别激动。你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好，那我可以说了吗？你已经开始说胡话了。我没有统一招，是我说的没有统一招，是你说的统一招的。那你自己随便把这个统一理解成这个鸟样，那怪我了。不是你理解的，你别乱了你已经乱了，你以为是你在说
啊，没有别统胡搅蛮一招聘。缠了，你先停啊！我现在跟你说，不是你听你开始清楚啊！打自己的脸了，你开始打自己的脸了，哥们儿，你以为自己你现在已经开始有臆想了？是我说的没有统一招聘，是你说的再统一招聘，你别搞错了，你在自己反驳自己了。你行了，你别扯了。我先告诉你，从之前到现在是怎么变化的，你不懂。我告诉你，你听好啊。你讲，你讲，你讲。最早啊，每个学校可以自己招的，这个能听懂吧？你讲就行了。后来整个市区可以统一招的，这能听懂吧？你说呗，你哪么的墨迹呢？后来连着周围的区也统一考试啦。这个过程听懂了吗？然后呢？那然后我说他在统一招聘，这不统一吗？那你刚才区县又怎么回事呢？区县你想一想，一个地级市它还有下辖的县级市呢。你的意思就必须得这样，整个地级市全部都一起招才算统一，你这个意思呗？那统一招了之后，那人家学校吗？那人家中考的时候还上不同的学校呢。行，这样我你昆山的不就在昆山上高中了吗？好，别急，我再退一步讲啊。那请问统一招聘了之后，是随机分配到各个学校吗？是不是？我见过两种，我只能告诉你我见过两种。说嘛。一种是你在报名的时候你就选学校。对。但是考试是一起考的。是，然后呢？另外一种是考完了把总分排名。然后第一名就自己去选学校。然后选完第二名选。好，这是随机选吗？这是随机分配老师吗？这两种都是那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要必须完全随机喽？停，这两种都是你说的，我可没插话啊。这是随机分配老师吗？这叫随机分配，随机分配是你说的，如何分配也是你说的，我可没插话，都是你在说，自己打自己的脸，自己打自己，一直在扇自己的脸。哎呀，虎子，你的招就这一点了，没意思。别没意思了，哥们儿，你说的随机分配是你说的，然后呢，分配方式也是你说的，我没讲话，我可没说。我是不是说统一招聘？又开始了，又开始念经了，又开始了。开始啥呀？你头脑这么简单？又开始了。那你就说哪儿是随机的？我跟你说了，他已经在往统一。他本来就没随机，没随机，那不就完了吗？哥们儿，你是不是？他不已经正在往统一的方面去走了吗？统一招聘，就是说，你现在你喝酒了吧？就是说不随机分配是我说的，随机分配是你说的。你喝酒了，喝假酒了，你怎么开始身份转换了呢？行了，你随不随机是不是一波进来的？我就退一步来讲，他比如说他当地的什么一些这个单位，他统一招这些老师，也有这种情况的，是这个统一招聘的，然后各个老师再去应聘，或者说按照分数排名去应聘，去选各个学校，怎么了嘛？那你觉得就这样还是不公平呗？还是会造成资源的不公平呗？还会造成资源的不公平，是这样的啊。你刚才是这么说的。
我先所有学跟你讲一下，校不公平。我先跟你讲一下，你是不是这么说过？你先听我讲嘛，你先别急。你先说是不是？呀，因为从这个问题引申过来的。我再回答你，啊，就是说，重点学校和所谓的不好的学校，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就是第一生源，第二经费。其实说白了，就主要是经费，没钱请更好的老师。所以说，如果说能够在经费方面给予不好的学校和好的学校能够把经费给抹平，大家经费是一样的，那么这些老师呢，他的选择就会更多，他就不会一股脑的去那个重点学校。大家都是为了钱嘛，说白了，老师也得养家糊口，对吧？这个才是核心。当然了，生源也很重要，当然老师也很重要，这是相辅相成的。你能说快点吗？我说完了。那你最后说完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有意义啊，就是说经费上好学校不好的学校大家要一样，因为它是公立的嘛，要一样。经费一样了，后面生源啊、老师啊，慢慢也就跟上来了。老师现在不能学校里单独招了，你懂吗？他不能单独招，刚才我也说了。对呀。按照你的说法，老师可以选学校，或者说这个老师可以去应聘，就是招进来之后可以去应聘各个学校，那等也是去好学校嘛，也是这个老师选嘛，说白了。所以呢，你的意思就是只要没有做到完全平均就不行？那你公立学校就应该是做到这种经费上，首先经费上要是这种好学校不好学校要是一样。那你知道学校的经费是怎么分的吗？怎么分的？你说呢？我不知道啊，你说一下呗。据我所知是一大头是按人数，学生的人数。不是，你从哪是知道这个的？你从哪知道的？我怀疑你所有的话都是先编，然后被我打脸，然后自己去百度。你别精神胜利法了，胡子。就我怀疑你在我直播间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先编了再说。你不要精神胜利了。不是精神，刚才你都被打脸多少次了，就又开始编了。对，就是你能不能不编呢？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呗，对不对？我确实不知道，你怎么都是现编的？你真搞笑哎！你老喜欢现编呢，而且你编的吧也很搞笑，为什么呢？就你编的吧就不符合大家的常识，因为都当过学生嘛，那学校经费肯定不是按照人头来给的，就你编的就跟你有一种没上过学的美一样的，就真的没上过学一样。你上的是学，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呢？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嘛，这个社会是缤纷多彩的，它不一样。那你上的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我上的公立的。那你这不占便宜了吗？占便宜？那我是普通人呐，那当地说对呀，当地可能都没有私立学校，当地也就没私立学校啊。那有私立学校，你能不能做到好好学习，然后让私立学校给你免学费呀？好好学习，私立学校给我免学，我当地就没私立学校，我是小城市长大的，我不是在大城市。小城市很多都没有私立学校，尤其是江浙沪这边小城市啊，我说小城市，因为江浙沪小城市的公立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它没有私立的学校。那你之前吹私有化的时候，不是说私有化了之后哪里都能接受到好的教育了吗？私有化之后哪里都可以接受到好的教育啊？私有化什么没听懂？你不是说教育私有化能够让所有人接受到好的教育了吗？我好像没说过这句话。那你把你的私有化的观点说一遍。就是学校私有化之后，对所有人会更加公平。为什么呢？自己花钱自己上学，而且私有化之后能给纳税人省很多很多的钱。这个学校运营不好就倒闭了。另外啊，我再跟你们讲，我这几天我在看加拿大大学，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大学。这个大学你不要做广告吧，胡子？你停！我给麦吉尔大学做广告啊，人家出了10几位诺贝尔奖得主。
这串台了。你还记得最早的问题吗？是你在聊这个啊？是你聊的。最早的问题是什么？你能先听我讲吧？啊，你说吧，你讲吧，你说吧。咱最早的问题是什么？怎么样让初中升高中更公平，不是吗？然后呢？那你现在可以说说你认为最公平的方法了。最公平的方法就是很简单啊，在本市招生范围之内。也对，我跟你讲啊，最搞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公立高中为什么只面向本市招生呢？你别岔开话题，抓紧说。就没有道理啊，应该是面向全国啊，择优录取啊。你抓紧说。我再讲，就是说，你比如说北京的公立高中，上海的公立高中，对吧？成都的公立高中，北上广深公立高中，为什么只面向本市招生呢？你抓紧说啊！应该面向全国择优录取啊，谁的分数高录谁呀。本学校组织这个叫自主招生、自主考试。我自主招生、自主考试，你来我学校参与，或者说通过什么途径？你别瞎扯了，说什么呢？我说的是升高中的公平，你抓紧吧你。我在讲啊，而且那你能保证全国的教育水平都平均吗？哎呀，择优录取，什么叫择优录取啊？那你教育条件都不一样，你择优录取，那不就是有教育条件好的人就有机会吗？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你扯了吧你就。这就应该抹平重点学校和不好的学校之间的这个经费的鸿沟，把这个鸿沟给抹平了，那么大家水平就大概率能大差不差了。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凭什么说大概率？对啊，下边人问你，农村的钱谁出啊？县区的钱谁出啊？我今天我真的累到了，我今天高强度连了3位高质量网友了，我今天已经累到了，我的妈呀！我已经跟你讲过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就是说都是公立的嘛，那么就应该经费差不多，真正意义上按人头来给钱，一个学生给多少经费？比如说小学，举个例子啊，小学一个学生给2万，初中一个3万，高中一个5万，按照真正的把这个经费的鸿沟给抹平。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你无论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是在小城市，大家用的设备啊，学校里的设备啊，包括这个经费，大家都是大差不差的。那么这样跑题了，胡子跑题了。怎么了？跑题了你？我在讲啊。就大家经费首先要一样才行啊，经费都不一样，扯什么呢？这钱谁出啊？纳税人出啊。咋了？全国的学校。怎么了吗？然后统一分配经费。不，现在本来也是这样的。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县区。不，现在本来就是这样的。是的吗？本来就是啊，咋了？现在不都是各市分各市的吗？你各市分各市的，那也可以按片。哎呀，你怎么我的天哪，哥们儿，你怎么一点现代思维都没有呢？是统一分配啊，又不是说直接打，就是说从财政打到你账上，从财政部直接打到你账上，不是这个意思。肯定会有不同的人管辖不同区域啊，但是那不就完了吗？直接划拨啊，能明白吗？它是直接划拨，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怎么哥们儿，你怎么这点思维都没有呢？它是直接划拨不代表说什么财政就是直接就。你知道财政等级吗？好，我跟你好好解释一下啊，财政直接划拨。你知道财政分等级的吗？然后呢？然后财政分等级，你说是从国家层面划拨，还是从省里划拨，还是从市里划拨？从国家层面划拨，从国家层面上专门会有人来负责这个事情，按那有的省市的财政是要大部分上交国家的，有的是大部分交到省里的，有的是很多留在市里的，你怎么统一？哎呀，
这个具体怎么执行，这个现在这有什么难度吗？我的天哪！不是你抬这个杠，你这跑题都跑到10万8千里了，这有什么难度吗？你先跑题的，我在说你用什么方法，结果你就来一个这个。对呀，这个比如说我们这儿啊，国家直接给这个每个学校划拨，给每个学校划拨会有专门的，比如说人员或机构负责这个事情，知道吧？他也有相应的人员来管理这个事情啊，这有什么难的？那这多的人不得财政养着吗？是啊，怎么了？那不又多花钱了吗？那能够抹平教育的鸿沟啊，你多花一点钱也行啊。那你制定一个细则啊，那另外你说多花钱是吧？好，你现在当地来拨也需要相应的人员来管理啊。那把这部分人裁了那就可以当地的人多干一些活不就完了吗？那也你还要弄一个全国统一调配。不是，那也需要花钱啊。那现在当地不来发这个钱了，把这个人给裁了，对吧？那这个国家行了，那不就行了吗？行了，你就说现有的条件下怎么让它公平就完了。我说了，把经费的鸿沟给抹平就可以了。刚才不是说考试吗？刚开始不是说考试吗？你用经费，你行不行？这样吧，户子，我把我对于刚才那个人，前面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我把我对他的理解给你解释一遍，尽量的让你能听懂。行了。然后呢，你把你的想说的说了，行了，到这儿吧，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到这儿吧，我受不了了，到这儿吧。你能听完一遍吗？大概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在教培里呀。你是干教培的？那你在干教培干多久了？我了解的肯定比你多啊，哥们儿。你干教培干多久了？你都问过一遍了，你自己去找欺骗看去吧。不记得。你干教培干多久？我现在要把我的理解给你说一遍。别说了，我受不了了。我已经2分钟你就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1个小时了，我已经受不了，我快崩溃了，我受不了了。那你怎么赚钱？哎，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快崩溃了，真的。哎，户子看你那么辛苦啊。哎，你别说了，给你解释解释。你不用解释了，也不收你钱，我受不了了。这都是专业信息。你等一下，你教培，你教哪个科目啊？你教哪个科目的？教物理。我操！我读一下 SC 吧啊，读一下 SC，稍等啊。那你读你的，我说我的，说完我就下了啊。我也不和你谈太多了。我就很简单几个 SC，好吧，马上啊，别急，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来，这个甲九诗人甲九总说啊，甲九诗人甲九总说，有能者不得重用，此乃最大不公。我分比他高，志愿一样，第一志愿凭什么我上不了，他能上？那如果一个有钱人买一个不是学区房，去一个所谓很差的初中，不去上学，直接去教培，那他是不是更容易去好的高中？公平吗？你怎么回答？那你有完全公平的方案吗？你看，我们在讲相对公平嘛，你看你跟我讲完全公平啊？对呀，那他有钱人去好学校一样能考上呀，好学校也有名额。你这纯个人扯，那可不一定啊，对吧？那可不一定啊，你这纯扯，对吧？对，而且这个有现实的例子。你忘了学区吗，户子？最早怎么说学区的？说的很对，别急。户子，你还忘了你说学区房的事了吗？甲九总说的又忘了？你又忘了？你冷静。甲九总说的很对，为什么？现实中就有这种例子。什么例子？跨区高考，就是这种例子。有啊，是所有人都这样吗？是个例。所有人对吧？如果所有人都这不可能的。首先不可能所有人都这样。但是这种例子可不是个例。能完全杜绝吗？你看，又开始跟我抬这种
杠了，又开始给我抬重杠了。那你在这儿无意义的追求所谓的绝对公平，结果自己又说不出来。没有人说绝对公平，那不就完了吗？是有的。那我再跟你讲，现在怎么尽量做到公平，你又不听。好了，你行了，哥们儿，行了，你聊了1个多小时了。好，我接着说。你自己想想，有钱人去那些差学校，他得有学位啊。有钱人都去差学校了，那个学区不就变成好学区了吗？那另外一个学区不就空出来了吗？行了，我也不打算反驳你了，你说的对，行了吧？脑子一点也不灵活。我也不打算反驳你了。还有最后你就不要说什么上大学是弱者补贴强者了，给你算你听不懂。啊，好，你行吧，好，你稍等啊。一只愚蠢的碳，愚蠢总说连。好的，你要考上大学，你去上吗？哎呀，你要考上大学，你去上吗？你想说什么？我的意思，第一，我把现在怎么做到尽量公平的已经给你说了，你听不懂就算。第二，关于你所谓的公办教育是弱者补贴强者，简直就是胡扯。给你算了，你又说你听不懂，让你去查税收结构，个税的就是税收收入的结构，你又不查。刚才有人查了一个我给你念一下，是1万多亿就是个人税。好，停，讲了1个多小时了，大家都听过了。好，好了，停了啊。来，再读个 SC 啊。圣光骑士总说，全国有4.9亿户家庭，对面在讲些什么？对呀，全国有这么多4.9亿户家庭，你张嘴闭嘴2亿家庭啊，那就按4.9亿算呀。别算了，哥们儿，你口算全国财政，你确实所谓的行了，按照你所谓的私有化，那弱者就永远上不了好学校。你行了，是不是？行了，是不是？你口算全国财政，你是第1人啊！口算全国财政第1人，没有算全国财政，你不要扣帽子。摸鱼散人，摸鱼总说户子啊，聊税连我有数据和表格。好的，感谢摸鱼散人总，感谢啊，稍等啊。圣光骑士总说对面一副什么什么枪啊，这个我就不读全了啊，免得对面说我攻击他啊。飞行总说户子连我，换个话题。好的，稍等啊，马上。上官圆圆说对面这个随口编数据毫无诚信，还来谈公平。对，你怎么老是随口就张口就编呢？你这个毛病不行啊，你不能。我让你说数据，你自己不说啊。你自己，因为我在搜啊，我搜了我才敢说。那我让你搜税收收入的分成，你搜了吗？什么？我让你搜税收的组成，你搜了吗？我搜什么了？在我脑子里啊。税收的组成大概数据，我在直播间上说过无数次啊。那你说一遍我听听。大概40%是增值税，10%几到20%是企业所得税，10%几是这个个人所得税。剩下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税种，大概就这样。我在直播间说过很多次啊。我现在说的话是针对你说的教育是所谓弱者补贴强者说的。行了，好了，我带你算的是你别说了，弱者每年交的税的数额。数据我说对不对？数据我说对不对？数据我说对不对？对呀，强者不交税吗？我不中产不交税吗？我不乱编，你乱编，我不乱编，你才乱编，你的结论才是最乱的。你前面数据就算没错，你的结论是最乱的，我说的最胡扯的。我没乱编，你乱编，你乱编被我发现了还。那照你这么说，穷人都交税，印度应该世界第一。别说什么穷人穷不穷了，停吧啊！我接着读 SC 啊，我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叫黑子无价，黑总说户子刚刚洗澡的时候还在听你直播，好想拉着你的手一起散步，下次见面咱俩这个好，黑总私聊黑总感谢黑总私聊私聊哔哩130总说找个班上吧，一天天的闹麻了你这个今天上班了吗？应该放假了吧？今天当然不上班。好的。赤木花道说户子换人吧，别折磨大家了。好的，没问题。好，那你怎么说就连到这儿吧？行不行？连到这儿吧，哥们儿。我还没说完呢。最后一句话，你前面说的可以都是对的，但是你那个所谓弱者补贴强者，你就是胡搅蛮缠哟，户子。为什么胡搅蛮缠？
我刚带你算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你又问为什么？你定位的弱者是什么？你就说你定位的弱者是什么？我原本想直接给你挂掉了，但是我给你科普一下吧。你就说你定位的弱者是什么？弱者是什么？我来跟你讲是什么。弱者就是大部分的普通人以及穷人，这个我认为是弱者。那包不包括中产？包不包括那些他们父母，比如说在国企、在事业单位、在公务员，包不包括？中产嘛，你干嘛非要提这些工作呢？就普通人嘛。啊？怎么了？怎么了？不对呀，那他们不是弱者啊？中产怎么能是弱者呢？就普通人呗。那你说中产是普通人？不是，就普通人呗。我的妈，你要多精准的定义嘛，就普通人呗。这又不需要精准了。我刚才说的时候，你说我胡编，你这又不需要精准了。你数据上你真有意思哦。不是，概念和数据要分开来看哦。你老是搁那胡编数据，你概念上就普通人呗。那你是不是说过是弱者补贴强者？你对弱者的定义什么？你说清楚。就这普通人呗，和穷人对吧？就普通人呗。穷人我好理解，普通人你定位的什么普通？就是普通的上班。大哥，咱们都正常生活，就普通人呗。你要多精准的定义嘛？那我当时给你算的时候，你也不听啊。什么？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普通的家庭一年他消费多少？来，我跟你掰扯一下吧。你既然要掰扯，我就跟你掰扯啊。税收构成里面，主要别说税收，你就说普通人一年的消费是多少？你不用搁这算，为什么？我给你扒一下。你不算，你怎么知道呀？我来给你扒一下这个税收，你就知道了，知道吧？就是说这个税收构成里面主要是增值税。什么叫增值税啊？吃喝拉撒，你买万物都有增值税，然后是企业所得税，然后是个人所得税，知道吧？那么对于富人来讲，最大的这个税收就是个人所得税。所以说，大部分的税收还是普通人的这个税收构成的，因为富人毕竟有限，他再有钱，他的消费能力有限，他不可能一天吃10顿饭吧？你的消费就只是吃饭，买房买车不是消费。是，所以说这个税收的主要构成还是普通人。富人的消费，你这毫无逻辑啊。为什么？你怎么得出的这个税收的大头是普通人？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要吃饭，然后富人也吃不多啊，是这个吗？哎呀，富人群体他毕竟是有限的，他再怎么消费他也是税收是按人数算的吗？不是按消费算的吗？哎呀，你这个逻辑清不清楚啊？富人再怎么消费，他人少，消费。那王思聪一年花多少钱？他花的再多，他就一个王思聪啊，对不对？他跟整体的这个其他人相比，他还是中产一年花多少钱啊？中产一年花多少钱？弱者一年花多少钱？你得看数量啊，你不能只看他富人他的消费能力整体上他是有封顶的，能明白吗？你是说富人有封顶，富人有钱他有封顶？对呀，弱者才有封顶好不好？你本来挣不着钱，挣不了多少钱，你能花多少？挣不了多少钱，我能花多少？什么意思？你说富人有封顶？读个 SC 啊，稍等一下啊，这个叫大头鹰不怼人的说连线不老虎，正经唠嗑，可以，没问题。这样我这有连线，我先给你挂了，好吧？哎呀，认输就认输啊，有个连线，你这话都不敢说完，我有事啊，有连线是吧？好，我看一下啊。好，这个先别隔卡说，户子再不换人，我就举报直播间了。好，换人了，感谢啊。